查结收的报告。你好，袁总。你们是？我们是 MH 的稽核人员，现在有人实名举报你收受贿赂，请你配合我们接受调查。收受贿赂？是的。我吗？开玩笑吧。请你配合，如果事实不存在，我们会还你个清白的。好呀，陪你们走一趟。这边请。那些人看起来好像是合规总部的。他们说袁总受贿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对呀，怎么可能呢？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就算你们是总部的人，也不能随便翻别人东西啊！对不起，请不要干扰我们工作。放下！干什么？以前调取总部的同事打电话说，有人举报老大严重违纪，具体原因他还不知道。严重违纪？怎么可能啊？我也不相信啊，可是具体原因他还没打听到，还托人帮我问着呢。乔总知道吗？问，他不知道。那马总呢？他不是被调去总部了吗？马总，他巴不得老大出事儿呢，他能管什么呀？总部这么着急派人过来，事儿应该不小，老大这回有麻烦了。不过你也别着急，咱们得相信老大，而且范总也在呢，老大不会有事儿的。咱们还是耐心等着吧。好，一旦有消息，你立马告诉我。好。哟，这么大阵仗呀！元帅，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诚兴科技朱佑一的贿赂，你承认吗？不认。可是我们在你的账户流水中，你上一个月收到了朱佑一一大笔的款项，你又怎么解释？朱佑一既是我的客户，也是我的朋友，那笔钱是我借给他的。那你有欠条或者是借款的合同吗？我说过了，我跟朱佑一是很好的关系，我跟他之间不需要合同。对于这件事情，我可以和朱总当面对质。那我们请朱博士进来。朱博士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否对我们的 ED 进行过贿赂的行为？有。那他有接受你的贿赂吗？他确实收过我的钱。朱佑一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这一年对你们诚兴科技的前途殚精竭虑，你为什么要冤枉我？元帅，别装了，装有用吗？如果没有利益的事儿，你怎么可能2次在我最难的时候你帮我？啊？我是把你当作真朋友，我才把钱借给你的。哈哈，借钱啊？你被谁收买了？
他花了多少钱？元帅，注意你的态度。我想这件事情里头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元帅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他的人品我很清楚。范总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我知道元帅是你的爱将，可是话也别说得这么满。不管是借钱还是贿赂，朱博士，你跟元帅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1年多以前，元帅成为晨星公司融资和资产重组的项目负责人。当时我因为研发失误，浪费了很多钱，眼看公司就要倒闭了。元帅看到我这个项目，觉得这个项目很有前景，就鼓励我发债，同时并暗示我，等融资到手以后，要给他回扣。我当时同意了，就给了他一笔钱。前不久，债权人催债，他又积极地帮我注入新的资金，我又照例给了他500万。袁总，朱博士说的情况属实吗？我现在说不属实，也不会有人相信的。那朱博士，你有证据吗？这个是汇款证明。因为第一次做没有经验，又害怕被其他股东发现，所以给的是现金，没有收取。而这一次，我是给他私人账户汇的钱。其实我不在乎这点钱，我只要有钱研发就行。可居然他提出更过分的要求，他说等晨星上市以后，他要作为保荐代理人，要拿晨星的原始股，想大赚一笔啊！我不想被他这么绑架，但是他在投行界又是只手遮天的，所以我只能向 MH 举报他。朱友谊啊，朱友谊，说的太好了，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样的人呢？元帅，你涉嫌收受贿赂和批议腐败，严重违反了 MH 的劳动纪律，我们将按照公司规定彻查你所有的项目。查吧，随便查。等一等，口说无凭，元帅对于 MH 一向是恪尽职守，所以我们不能只听一面之词，或者什么汇款记录就给元帅定罪。范总，你先别急。以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事情还没闹得那么大，我会亲自跟总部还有董事长求情，让元帅内部处理，不要把事情闹得那么难看，最多就是取消他保荐人的资格，还有进入市场而已，没那么严重。看来事到如今，不管我做没做，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真相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人要让我走上这条路。不管早走晚走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袁总，我也是为了 MH 的名声着想的。那这么说来，我还应该感谢林总，你网开一面了。
真是厉害呀！刚回来就给我一个这么大的惊喜。要怪就怪你自己做事不小心，用人不善。是吗？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说吧，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元帅，你要查就查我吧。为什么要查 C 集团呢？原来林总是因为这件事儿。行呀，我也不用瞒着你了，就让我来告诉你，我究竟查到了些什么。2010年，你刚成为 MH 投行部的总经理，你就利用内幕消息提前购入3家未上市公司的股权，并从中收取客户资金1947万余元，获利868万余元。2013年，你妻子成立的无忌科技成为风尚科技的第4大股东，出资70万元获65万股，占比1.723%。2015年，风尚科技正式上市。至解禁期，无忌科技持有风尚科技的股权价值大约1000万余元，增长了14.2倍。好了，别背书了。你这些没有证据的事情，又可以拿我怎么样呢？我再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查 C 集团的事？林总，为什么我一提到 C 集团你就这么紧张呢？你难道是想告诉我，如果我掌握了 C 集团的资料，就可以把你怎么样了？我们来换个话题吧。我听说你跟你手下的分析师感情都不错，你跟将军熟吗？将军，不就是那个被我赶出了 MH 的人吗？是林总你把他保回来的。哦，原来当初是你把他赶走的。他能力不足，学历一般，我不录取他，林总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倒是林总，你干嘛老提些不相干的人呀？没什么。元帅，我这一次就是对你小惩大戒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如果你要继续跟我对着干，下一次就没那么简单。包括你国外的父母，他们不也在国外经营公司吗？要让一间公司自然破产的话，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困难。林太墨，我警告你，别动我父母。好，只要你立刻离开 MH， 马上出国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还有，请你闭嘴。各位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离开 MH 了。
我手里所有的资料，苏畅那边都有备份。苏畅，你和乔娜把所有的项目进度对接清楚。所有人手里还没有完成的工作，继续完成。最后一件事，等公司重新划分了项目归属，你们自行向新的领导进行工作汇报。都继续回去工作。袁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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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大你去哪儿我去哪儿。我说继续回去工作，没听见吗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继续回去工作。元帅，范总，拜托你告诉我，元帅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这次他恐怕在 MH 待不下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么多年来，所有的客户对元帅的能力都是交口称赞的。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我可以去公关一下的。这次恐怕没用啊！让他自己辞职，已经是公司对他的法外开恩了。范总，您不是最看重元帅的吗？乔娜，你先别管这事儿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元帅遗留下的工作交接好，把下面那个情绪给我稳定住了。元帅的空缺，公司很快有人补上的。行了，赶紧下去工作吧。喂，林飞，你跟合规总部比较熟，我想让你帮我打听一件事儿，就是今天集合来我们投行部调查元帅的原因是什么？好，那我等你消息，谢谢。咱们袁总是辞职了还是被开除了？像他这样的业务骨干，他得犯多大的错啊？这公司才会这么不讲情面？难道他真的受贿了？将军，你说呢？元帅，去哪儿？元帅，元帅！为什么不接电话呀？